看到身高8尺的漂亮女人，千万要提高警惕，不要被她的甜言蜜语所蒙骗，因为她很有可能是8尺大人。一年暑假，我的好兄弟锁住来到乡下爷爷家度假，他正在院子里休息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噗噗噗的声音，这声音很奇怪，听起来非常陌生。锁住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只见墙外出现了一顶宽大的帽子，而且还一直在移动。从墙的缝隙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，那顶帽子就戴在她头上，粗略估计那墙少说也有2米高。那女子经过竟能看到帽子，那她该有多高啊？锁住疑惑不解，等再次抬头，发现那戴着帽子的女子已经离开了，噗噗噗的声音也听不到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锁住和爷爷奶奶聊到了这件事，没想到爷爷奶奶刚听到就脸色大变，鲜少严肃的爷爷竟然收起笑容，严肃起来，向锁住追问了很多细节。面对这样的爷爷，锁住不敢开玩笑，认真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之后爷爷一句话也没说，就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去了。因为关着门，锁住也听不大清，只是觉得陪着自己的奶奶止不住的在发抖。打完电话，爷爷对奶奶嘱咐了一句：“你在家陪孩子，我去接人。”之后就出门了。在家里，奶奶解答了锁住的疑惑，爷爷是去接一位法力高强的老婆婆，人们都叫 K 婆。今天锁住看到的那个高个子女人，应该就是8尺大人。村里老人说，在这个村子里有个叫8尺大人的妖怪传说，但爷爷奶奶在这生活的这些年，并没有遇见过他。据说8尺大人会以高大的女人形象出现，并伴有噗噗噗的恐怖声音，他只对小孩子感兴趣。锁住这样的小正太最是符合他的口味，而被8尺大人盯上的人大多都会在几天内神秘消失。说到这里，爷爷带着 K 婆回来了。进门后， K 婆拿出一张符递给锁住，然后随爷爷去了另一个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锁住被叫了过去，他发现这间房被 K 婆布置得很神秘，角落都撒了盐，还有不少符咒。K 婆告诉他，截止到明天早上7点之前，他都必须待在这间房间里，期间任何人都不会来这间房或是与锁住对话。如果半夜听到有人和他对话，无论是谁的声音，他都不能接话，而且符咒也不能离身。当天夜里，锁住在睡梦中果然听到了声音，偶尔是玻璃被敲打的声音，偶尔是别人说话的声音。大约1点左右，他好像听到爷爷在叫他，模模糊糊中讲答话。突然脑海中的警报声响起，锁住想起了 K 婆的嘱咐，立即清醒过来。此时锁住看到墙角的盐竟然慢慢变黑了，耳边拍打窗户的声音还在继续。他闭着眼睛冲到佛像前坐下，手里握着符咒，拼命的祈祷，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不去听噗噗噗的声音和疑似爷爷的呼唤。就这样过了漫长的一夜。第二天早晨7点，锁住打开房门，看到一脸担心的奶奶和 K 婆站在外面，而锁住的爸爸也连夜赶到了。爷爷站在门口催促着大家赶快上车。锁住在大家的簇拥中上了车。 K 婆告诉他，这一路上一定要握着符咒不能放，而且全程不能睁眼。行驶途中，锁住的耳边不时传来拍打窗户的声音，他紧握符咒，嘴里不住的念诵经文，就这样坐着爸爸的车离开了乡下。自此，锁住被禁止再踏入爷爷家，但是锁住在心里不停的琢磨，如果再次听到那个声音，他该怎么办？谢谢大家，感谢观看。下一个视频就是8尺大人对抗大盘鸡，看招！上集说到，锁住在乡下爷爷家被8尺大人盯上，在家人和 K 婆的帮助下，成功逃出了村子。半年后的一天，锁住突然接到了来自爷爷的电话。锁住，最近一定要小心，村子里封印8尺大人的神庙突然遭到破坏，现在8尺大人已经可以去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，你一定当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锁住辗转反侧，根本无法入睡。到第7天时，锁住终于有些熬不住了，睡了个天昏地暗。锁住睡得正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，噗噗噗！锁住立刻惊醒，而此时那个声音离他越来越近。锁住飞速跑到外面，没想到却与8尺大人撞了个满怀。小伙子，这次看你还往哪里逃？逃？谁说我要逃了？哼！大人，时代变了，受死吧！我擦，这届小孩不好对付啊！来吧！
就这，不愧是八尺大人，确实挺强的。不过你绝不会想到我的邻居住的是谁。力拔山西气盖世，情况紧急，不要对诗了，好不好，文熙？我希望你叫我的全名达文西。好的，文熙。就他，别说长得还挺俊的，可惜了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最新研究的武技，这种小角色根本不足以让我亲自动手。要你命3000是吧？老掉牙的东西了。呵呵，你永远也不要小瞧一个武器大师，这次是升级版本，会。看着很普通啊，好吧，那我就来试试他的威力，看招！快！武器虽然很强，不过它还是不能彻底消灭我。文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呵呵，你好像忘了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看来我不得不出手了。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是妖他妈生的。难道是劝人自尽术？好强大的一股真气！今天本仙女还有个重要约会，来日再与你战个痛快。锁住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下次你不会这么幸运了。锁住，最近人类精神研究所有个大项目，我可能一时半会都不会在家，你自己保重。Goodbye。好吧，也不知道八尺大人还会不会来找我，再找上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有条件的给点个赞和关注，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给俺点个。老铁们，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就是我的动力，下集会更精彩。